原本我们打算去农凯住一个晚上，第二天一早的火车才过万象，刚好碰上泰王大寿，泰国政府放假6天，农凯的客房基本上可以说是爆满，所以我们最终没有办法之下，只能在今天就要直接过去变天万象。今天天气又不好啊，一直在下雨。我们快到了喽。行李箱的轮子不到1个月就完全烂了。这个已经是换了一次，之前这个箱子就是我们在义乌买的嘛，买了之后用了2年吧，这2年去了2次长途旅行都没有事情，后来放在储物室里面有点久了，然后它老旧了，它就开始烂了，就换了一次，在淘宝上面买的配件轮，然后自己换，结果这个配件轮1个月不到就已经烂到完了，箱子本身还是好好的。到了哦，不知不觉我发2个单它就到了，这么快的，我还以为是这个站这样多人下车哎。然后那个人跟我讲农凯，不知不觉就到了农凯了，这边就是泰国跟老挝边界的最后一个火车站，20巴的，10点就有一趟。那个是Tanah Land到农凯。哦，跟网上看到的一样啊，1天只有2趟啊，所以从农凯出发只有7点半和2点45分，现在12点23分。所以农凯站跟之前的站都不一样啊，不要以为每一个站一出来就有站前大街，很方便，有吃的有喝的有用的什么都有。农凯站基本上出来就是鸟不生蛋的一片地方，你没有自己的交通工具，哪里都去不了啊。当然有 tuk-tuk 啦，你要坐 tuk-tuk 去市区才可以，可能还有一些出入境管理上面的考量，所以不能坐在市区里面。สมรสเทียบชาติที่1ขณะนี้เป็นรถท้องถิ่นที่48เดินทางส่งผู้โดยสารจากสถานีหนองคายไปทางสถานีนครราชสีมา Two ticket Okay. immigration over there. Okay. ขอบคุณครับ ขอบคุณครับ Thank you so much. Have a good day. 2点45分开车。我们现在偷越国境，偷越。可以拍吗？ Okay, thank you. 哦，其实不是偷越，原来海关已经在工作了，只是我们不知道。现在我们已经正式出境了泰国。7月13号到泰国，很幸运的考定了中国签证，从曼谷去到那考拉查西玛，再到昆肯，然后到乌东塔尼，最后是7月29号我们就出境了泰国。结果我们是在泰国住了16天，然后在今天终于登上了从泰国的农凯去辽国的 Tanah Land 的这一趟火车。这是我们第一次乘坐这趟火车，非常的有新鲜感，而且跨越国境总是会让我心情莫名的激动，对前方这条没有走过的路期待满满。
敢抬头望，却熄了。嘿，你会见我，是或者星火等在至暗时刻，已被击破。当熟悉你难又穿透耳朵，一个一个走过，一个一个错过，一遍一遍来过，一次一次放过，一声一声笑着，一声一声吼着，一幕一幕闪着刺痛我，因为享受着它的灿烂，因为忍受着它的负担。你说别爱呀，有依依不舍，所以生命它苦涩如歌。想不想看花海盛开？想不想看燕子归来？如果都回不来，那么我该为了谁而存在？想不想看花海盛开？想不想看燕子归来？如果都回不来，那么我该为了谁而存在？因为享受着它的灿烂，因为忍受着它的腐烂。你说别追啊，有依依不舍，所以生命它苦涩如歌。在这浩瀚星河，你是什么？在它温柔眼眸的你是什么？你闪着光坠落，有依依不舍，所以生命它璀璨如歌。要看到花开，你一定等燕子归来，想着它们都会回来，你是死为了这些存在。一定要看到花开，你一定等燕子归来，想着它们都会回来，你是死为了这些存在。前面就是汽车的关卡，如果是骑摩托车或者是自己开车来的朋友，应该就是从这边过了吧。这个海关他收了20块泰铢的小费，我问他为什么要给，他就是讲20板。然后我问他 tips for you, is this the tips for you？ 然后他呀这样子，那么我也不确定他听不听得懂到底是什么意思，反正人家就是要钱，明着要钱。半个人影都没有在火车上，连 taxi 也没有 tuk tuk 也没有，完完全全就是对外地游客是相当有挑战性的哦。刚好遇到一个年轻人，车站的员工，他说可以帮我们叫 van 车，然后开的价钱是600巴，25公里路600巴还算合理，不然怎么样，对吧？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不过下一趟火车就是回泰国的火车，会不会有人来呢？感觉上是不会吧。现在都几点了？那趟火车我也不知道几点开。不过有人来的话，可能就会有车吧。突然间有一辆车过来，他应该是载他的朋友过来坐车。
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问。那个朋友在那边等车了。在车站等了差不多1个小时，终于有一辆计程车载人来了。我们先跟那位帮忙叫车的车站小伙确认了他叫的车是可以取消的以后，就坐上了这一辆计程车。他把我们送到市区的酒店，车费是500板，跟中国一样。终于来到了我们在老挝的第一间 hotel， 希望这个房间不会令人失望啊！哇，正啊喂，居然是一间大套房，而且这一家的 check in 超级飞快，不到1分钟就搞定了。他说我们订的房型没有了，给我们升级，从普通房升级成一间大套房，厕所大到都可以放得下1张床了，所以不止没有失望，还很幸运的赚到了，住起来特别爽。200万开始。Lexus GX 460，新款 Defender， 新的 Defender International Shooting Range， 枪会的车，手里握着200万 cash 走在街上，国运领些唔同啊！我平时买不起的豪车都一一摆在眼前，感觉是不是我也有资格选一辆啦？老 Plaza Hotel， 原来我们住的酒店是顶级酒店的旁边，那么多的豪车是去酒店里面消费的啦。我手里的200万 K 其实也才只有马币450块钱啦。很多法国餐呢。因为以前是法国殖民地嘛。这是吃什么 ？Coffee, burger, pizza, pasta, tteokbokki。KMK Chicken Rice， 这边周边应该是一个蛮舒服的酒吧区吧。跟着地图，我们往湄公河边走去，那边应该有个夜市，我们打算过去那边吃晚餐。我还以为这边是河，这边要做一个大型的小贩中心。但是现在是什么鬼都没有，执得了，不是新开的。你看这些招牌都生锈了，做不起来啊，有点可惜。像这样在市区里湄公河边的小贩中心，已经算是主要的景区了，可是感觉还是一片萧条，不知道是不是受到疫情冲击才会这样。在泰国的话，这样的地点应该生意会很好吧？而且这里可是辽国的首都啊，所以辽国和泰国的差距真的很明显。傍晚的小贩中心里面气氛挺好的，感觉剩下的几间还有在营业的摊子应该是比较好吃的吧。这夜市是卖衣服的哦，大的夜市呢，这不知道是不是只有周末才有。Cafe Amazon。不像河的另一边还有一片小空地，开满了各种各样的美食小摊子，这边就热闹多了，感觉这边更有庶民气息。要哪个？挑一下。加热吗？加热。对面是庙，然后变成这边可能会比较热闹吧。结果最后我们挑了一家热闹的小店，这些店都是女人在经营哦。这是炸肉圆，炸肉丸。有点像冰城那种糯米的肉，看看texture果果。吃到我们都有点不好意思拍了，因为都是吃一样的东西。这家小店叫做三姐妹 （Three Sisters Restaurant）， 味道真的不错了，怪不得生意那么好。它的对面是一座庙，庙里面有很多女信众正在祈祷，应该是碰上了什么节日吧。吃早餐不用出门，酒店里就有自助早餐，有许多 salad 蔬菜，挺丰富的。吃过了酒店的早餐，我们往古籍的方向走去。
可是走着走着，我们似乎闯入了几名保安人员的工作范围。Get video? Sorry? What are you doing? Just walking? Okay. Yeah. Oh, okay. Okay, thanks. Is a school? Study? Yes. Study English. Oh. For the English center. For learning English. I see, I see. 我上网查了一下，原来这个 AFCP 是 Ambassador Fund for Cultural Preservation， 是美国的一种外交机构，以美国大使的名义把钱输送给当地的一种管道，名义上是资助当地的文化发展啦。所以明面上这些钱会用来资助艺术家、传统文化之类的活动，但是这里的墙壁很高啊，警卫的警戒度也跟墙壁一样高。亚洲发展银行日本的。边天这边的这个鸡蛋花是长得非常非常好，叶子每一片都非常饱满的，然后好像没有一片烂叶子这样，看起来跟马来西亚的不一样。你看这些 Frangipani， 夏威夷叫做普瓦美利亚，马来西亚的 Frangipani 它的叶子是疏疏的，然后这边的叶子很密，很漂亮。不止 Frangipani 哦，其他的树也是长得绿叶很饱满的样子。跟着花香来到了古迹区，这里有Wat Sissaket， 还有对面的玉佛寺 Opera Kel， 也是一座博物馆。Wat Sissaket 并没有很老哦，只有大约200年的历史，而对面的玉佛寺 Opera Kel 就在500年前第一次修建，而原本供奉在里面的玉佛，在200年前泰国大军夷平万象的时候被抢走了，现在供奉在曼谷的王宫里，尊为泰国的第一国宝。原来这个是日本原建的 COPE 访客中心，这里是一个残障人士援助中心啊。到今天，老挝每年都会有几十甚至上百人会被炸弹炸掉手脚、脸部甚至眼睛。They found in their own backyard could suffer great harm when it explodes in their hands. Imagine a place where going to farm your land can put your life at risk, where cooking your family dinner can cause your house to go up in smoke. This country exists. It is not at war, but yet millions of people are living there with the daily threat of unexploded ordnance. Welcome to Laos. On June 9, 1964, US Air Force fighter jets dropped the first bombs on Laos. It was the beginning of a 9-year secret war aimed at destroying the North Vietnamese supply routes along the Ho Chi Minh Trail and stopping the emerging communist forces within Laos. Between 1964 and 1973, 580,000 US bombing missions took place in the skies over Laos. This equates to a plane load of bombs being dropped every 8 minutes, 24 hours a day for 9 years. At the end of the war, more than 2 million tons of bombs have been dropped on Laos, making it the most heavily bombed country in the world per capita, a staggering title that it still holds to this day. Most of the ordnance was dropped in the form of cluster bombs. 这些就是集束炸弹，也叫做子母弹。一个大的壳在半空打开，里面的整百颗小炸弹塞着许多小铁珠或铅珠，在炸开的时候，这些铁珠子就射向四面八方，尽一切可能对地面的人群进行杀伤。所以子母弹对人群的杀伤范围非常非常大。更恶劣的是，这些炸弹落下后不一定都会爆开，所以还有上亿枚的这种小炸弹就静静地躲在老挝的土地里，等待随时来到的受害者，比如小孩、农夫、村妇。战争结束50年以来，已经有累积数十万的受害者，所以老挝乡下有许多人都是拖着被美国炸弹炸坏的上山身体，在辛苦地生活着的。而这个 COPE 组织就为这许多早就已经贫穷的农民提供义肢，还有生理以及心理复健。COPE 的工作对这些无辜的受害者来说，也算是带来了一点点希望。
像这样子的受害者每年都在产生。我也算是一个相当关注新闻的人，却从来没有见过什么西方媒体去每一年呼吁你、呼吁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批受害者。像这位塔大哥，在2004年带着8岁和10岁的2个年幼孩子去捕鱼，路上看到一颗子母弹，虽然明知道危险，但是他听人说用这个可以炸鱼，渔获就可以多一些。他先让孩子们躲在大树后面，然后小心翼翼的要捡起炸弹，但是就在他碰到炸弹的立刻，炸弹就炸了。塔大哥的2个年幼的孩子们把他拖到船上带回家。当他获得治疗的时候，已经过了9个小时。他被炸断了2只手，1个眼睛，他的家庭倾家荡产，他也活了下来。像塔大哥这样的例子，至今每年都在发生。以2023年为例，根据联合国的数据，有记录的美国遗留炸弹的爆炸事件发生了18起，31人受重伤，10个人死亡。所以很遗憾 ，COP 的工作永远都不会结束。这个是万象的首都巴士总站哦，本来2018年就要完工的，现在完全就是一个半废弃的建筑，根本就是一个烂尾工程啊！这个可是一国之都的首都巴士车站，实在无法想象老挝的政府到底是面对了哪些问题，才把一国首都的巴士总站都搞成这个样子。又是 LC300，在马来西亚二手车的马币58万。可是这一台的车牌怎么看起来有点眼熟 ？Land Cruiser LC300，老挝来的哦，老挝车牌哦。其实就是同一辆车来的嘛。早知道就搭人家的顺风车过来了。这个什么，也是很多人哦。Namsi Home。浓的一阵机油味啊！Google Map 上面是讲它是越南餐厅啊，但是我现在很 confused， 然后一直挂一些财神啊、红灯笼啊，结果我是在老挝，是一个越南人的餐厅。先上酱料，这个是什么？看起来是甜的、辣的。猝不及防之下就上了一堆青菜，还有这个烤肠，一点点的。它锅底就是白开水，放几根葱，蘸着这个酱不错吃。蒜片、姜片叠在一起，点个辣酱看。味道无法形容。有什么呢？这是什么？九层塔、白菜啊，菜心啊。下面还有什么？还有这个籽还有这个籽的哦。到底真正是怎样吃呢？也不知道是怎么吃。反正所有东西都包进叶子里面就对了。这种越南还是老挝火锅的吃法，我觉得不错就是重要就是很多菜，然后菜也不是讲下去一起滚啊，就是吃生菜、包肉、蘸酱。另外一个不是火锅，讲白汤汁跟小片烤肉。然后又叫做一个炸春卷啊，这个皮薄到这个样子，厉害哦。然后这边好像凡是你点一样东西，他就给你一堆菜，还有看农筋，还有这一堆，春卷的酱料又有点不一样哦。吃完了，我们就要回家了。我们现在打算去找面吃，毕竟还是要试一下本地的美食。昨天吃的好像是越南的东西，来老挝吃越南的东西，好像不大对劲。
啊，要吃的就是这一间南后 Coffee。烤邊，烤邊，弄懂，也就是烧猪肉版本的。这个是米线哦，这感觉像是云南米线。我的嘞，我的也知道。这个就是碗汤面，有2粒碗汤，还有鸭肉牛。OK。这碗是烤扁，邪恶回油。这碗我喜欢那个汤，就是意料之中的口味，但是它的情节呢却出乎意料。哇，我加！看来我们买了最后一碗，老板没收到。吃完了它就下雨，我不出来它就下，我出来它就下，玩嘢㗎人。下午5点开始下雨，下到现在都快8点了都没有停。过来打包，生意很好的炒粉档，走过来也要10分钟啊，淋雨淋个10分钟走过来打包。好，打包了就往回走。哇，蛋粉。这个面只有这么少啊！我炒到这样弄了，现在有一点那个烤水的感觉。然后另一个是嘎包猪肉，酱这么黑的，这好吃没有？还热没有？牛肉还是猪肉？猪肉，嘎包母，这个东西很多料哦，这个。滑蛋牛河不是牛河，牛面很多。其实是很不错吃耶，怪不得它这样好生意。35千吉，这也是35千吉，一样的。虽然英语读作 Vientiane， 但是这个拼音其实是法文写老挝语，所以应该读作 Vientiane。这其实跟粤语的 Vientiane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万象也写作 Vientiane。但是用华语念永贞，就跟用英语念Vientiane一样，其实都不正确啦。